大家好，本期呢，我想带大家去看看美国纽约我住的附近一家本地人去买的那个超市。这在纽约，因为我去过其他的超市，所以我觉得这家超市的物价在纽约是中等偏下的。前几天我还去过亚特兰大，在那个地方我去了一家超市，我感觉那家超市要比咱们今天去这家贵50%以上，我就觉得超级贵。大家注意啊，今天咱们说的是超市的物价，并不是说美国的物价，因为这物价是综合的，比如说房租啊、出行啊等等。现在我是从地铁站往下走，大家看看，这是纽约地铁站，是地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地铁站，就这样的，非常多的那个铁锈啊，都是有很多的年月了。这个地铁站它的护理，我认为是不到位，清洁也不到位，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。什么鸟屎啊、垃圾啊，随便就丢。我没有故意拍那个不干净的地方，确实是这样。来过纽约的人，如果你真的诚实的对待纽约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我没有骗大家，因为我觉得我拍了那么多东西，不可能都是骗的吧，对吧？你们看看，地铁站外面就这样啊。我们继续说吧，物价它是综合的，纽约的房价，比如说在曼哈顿这一带。一室公寓大概要$2500左右，就是很多人一个月工资大半都花在那个房租上面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很多人或者美吹他在说美国物价的时候，故意呢不说一些东西，只说最便宜的一些食品是怎么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这家超市，看看。我们首先看到是牛油果。它的价格其实不低，4.9块，不知道是多少个，是一个吧？应该是，因为它是比较大的一个。然后这是葡萄呀，这是橘子呀，它是4个啊，是个$6，$6，4个，就是说一个是1.5美元。然后其他的等一下大家看价格就知道了，因为呢我在拍摄的时候，或者我在做节目的时候，看不清它到底是1磅的价格呢，还是一个的价格，它很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是1磅，有的时候一个，有的时候是1包1袋。这应该是1袋吧，还是什么？哦，是那个这种有点像什么瓜一样的，一个就6.49啊，好贵，我觉得，我认为好贵啊。也许我的收入不高吧。然后这南瓜1磅是9毛9，相当于$1。这种是什么？我看没注意看啊。水果的品种其实不多，来来回回，我觉得就是那么20种水果吧。不如中国超市的水果品种丰富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些平常他们美国人吃的面包，2个1.3毛9，上面是5.9毛9，这里2.4毛9，一个2.4毛9，我觉得不便宜，对我来说不便宜。这2个呢，小小的1.2毛9，它这个面包有点像中国北方吃那种馒头啊，它是当主食的啊，也就是说还要配什么芝士呀，还要配那种什么肉片啊，或者培根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些是那个果汁吧，100%果汁，大概1升左右要4点多，一般都是4-5美元左右的在这里。它的一瓶不大，这1升都不到。等一下，另外一个架子应该还有其他的，因为我知道这个超市这个好贵啊，这个是7点多美元，这个大概是1升左右，像这个大小，这个也是7美元左右。这种是100%的那个果汁的。另外有些可能在美国拍便宜的那种，一般是对购的，就是说里面它也有，就是说可能只有15%、20%那果汁。其他都是水啊什么之类的，糖。这西瓜1磅7毛9。右边的是各种水果，
像这种地方啊，这个西瓜多少钱？看看4.6毛9，这一点点，也就是说他帮你切好的话就贵很多。哦，对，我想说的是，像这种超市啊，要比如说唐人街，它的那个蔬菜水果要贵很多的啊。所以你别拿那个唐人街的物价来说是美国的物价了，要是这种东西才是美国的物价，超市的物价就食品的物价水平，而且这是中等偏下的价格，这超市的物价是中等偏下的，这盒很贵的，3.69，没有多少，可能就是150克左右。所以非常非常贵。你看这个2颗要$6，相当于1颗$3，$3就是20多块钱人民币了。像这种相当于生菜吧，生菜国内可能是1斤1块钱1.5块左右。像这个辣椒1磅4点多，黄瓜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不算贵，1.291磅。然后这个刚才那个黄的那个椒是3点多，然后像这种切好的应该是，等一下上面是切好的，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它也挺贵的，是佛手瓜吗？这个豆你看也不便宜啊，这是玉米棒子，3个多少钱？看看，看得清吗？4点多美元。也就是一个相当于1块多美元，10块钱人民币左右。所以像这种啊，这种切好的就更贵了。这种蔬菜，我发现蔬菜呢，在美国是比较贵的。另外水果我觉得便宜呢，就是香蕉，其他的都不便宜。不过按照美国的收入来说，应该水果不是算特别贵。你看这3颗这个胡萝卜就要差不多$3。然后像这种调料什么青菜在这里是比较贵的，相当于一把小小的香菜要$2，一把这葱也要$2左右，还是1.49，反正不便宜。大概我就可以这样说吧，就是像这种美国这家超市的物价，大概相当于国内的那个价格，把那个人民币的那个符号换成这个美元而已。当然像这种油我觉得要比国内便宜，而且便宜不少。像这种一罐一般是比如说这个大概有2升左右，10.99$11。像这种是最便宜的，大概有半斤左右，$3。不过总体来说，美国的物价，这个超市的物价要比德国超市要贵出1倍多。我认为相当于德国的2到3倍左右的价格，这是我在亚特兰大和这里看了美国这个超市的食品啊，或者是超市的这个价格之后得出了感觉。你看这瓶它要差不多$3呢，这瓶小小的啤酒，也就相当于人民币20多块钱了。然后这一罐要2点多。然后等一下我们看看到什么了，看到肉了啊，肉末。这点要多少钱？大家看，因为我目前做节目我看不清，这里是$6点多吧，对吧？你看这一点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么便宜啊，像这种这点点长$10，然后这里应该是牛肉，便宜的牛肉，这一点7点多，大概是3片，7点多美元。也就是1磅可能是$8左右，这里是7.8，也是3片，对吧？这是比较贵的。反正说来说去也不是很便宜，我认为这里的肉的价格，我是说，如果是按人民币算，肯定不便宜。按他们美元的价格，他们美国的收入应该不算特别的贵吧？但是呢，绝对没有那些美吹说的那么便宜，真的没有。这个是猪肉的排骨，这点算便宜的，应该是4.99左右吧，对吧？
1磅，也就是9两哦，相当于大陆的9两，1磅它是450多克，就相当于9两。这点你看$9，$9这点好像是1斤多一点点。如果不折合成人民币还是便宜的，折合成人民币就很贵了。这是比较差的猪肉吧。然后这虾，这一盒大概是$10左右，大概有1磅左右估计吧。这一盒也是多少钱？看不见价格，也是$10左右估计。然后这边就到了鸡肉区了，像这种鸡肉是便宜的，我看了最便宜是2.99一磅，在这里。哦，另外我忘记了，这里是2.99吗？这个鸡翅，我忘记了，在美国超市它的价格并不是它的最终价格啊，要交税，就是在那个结账那个地方，你付款的地方还有税。这什么腰鸡呢？鸡那个肾啊，还有什么腰子啊，这种大概是$5左右1磅。鸡心，然后是凤爪，凤爪是多少钱？2.99，这是比较便宜的，适合中国人。你看现在凤爪都拿出来卖了，以前比如说在德国都是垃圾的，后来呢是冰冻之后呢，出口到中国那边去，原来的垃圾呢变废为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那个牛奶区，这里的黄的纸上面写的是1加仑是7点多美元，也就是大概是差不多$2左右一升。你看，像这个呢，它是蛋白质比较多的，就6点多美元。像这种6点多美元，大概有1升半左右。所以呢，牛奶其实也不像网上说的那么便宜，好像不要钱似的。这里没有，你看这里，这是$9，$9呀，到底是不是叫什么1加仑就3.78升？不知道是不是，没注意看。反正$9也没有想象那么便宜。好了，我们看了这个牛奶之后，我们再看看。等一下应该到鸡蛋了吧？据我所知是鸡蛋了。哦，这里水饺我没有看具体价格，因为分不清哪个是哪个。它是冷冻的，大概一袋是$4吧，还是6点多？哦，是6点多。它是那个$3.99是，如果你加入他们会员，可以那个节约多少钱的意思。这里到了鸡蛋区了。看看鸡蛋，美国鸡蛋的价格，像这个呢，7.49， $7.5元，大概是多少个？18个吧。这里是一打是12个，最便宜的我看就是3.99，是最便宜的了。这个3.99，对吧？然后加上那个税，所以这是这样。我看了国内的那个美团送货的那种啊，就是你在网上订，然后呢第2天或者当天送到你家或者你附近，那种10个鸡蛋一盒那种是，不是10个，30个，15块钱，那比这里就便宜很多了。所以在美国现在看来，鸡蛋这种是走地鸡的，8点多美元。然后呢，我看了这里的冰激凌，也挺贵，大概这样一盒要8、9美元左右，一盒大概1升多。然后呢，这种高档一些的，一盒小小的大概是7、8美元，也要7、8美元左右。在德国一般是5、6欧元，现在比这盒稍微大一些，所以德国的物价相对来说要比美国便宜很多。然后这里到了另外的大瓶装的那个果汁了，这里看这样一瓶要11欧元，11美元。这个什么出了问题？是不是这个画质？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往下吧。像
这样有的是小瓶的3点多，大瓶的8、9美元，或者11美元。反正现在我看果汁比前几年涨得也很多很多。我目测啊，比前4、5年我来美国的时候，它的超市里面的价格大概涨了差不多1倍左右吧。我不知道我的观察是不是正确。你看这六瓶小的这 Heineken， 它要11美元，也就是一瓶大概要差不多2美元左右。而这里多少钱？我看这雪花是不是中国的牌子啊？不知道。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这样一罐的，大概有500毫升左右吧，要5美元左右。所以呢，你看这啤酒也不便宜。好，我们看看甜食饼干吧。这个饼干我们选个大家等一下认识的品牌吧。先看这种一盒要6美元，然后这种奥利奥还是什么奥利给还是什么东西，汉语我忘记了，要8美元。我的天哪，这盒要8美元啊，太贵了吧？这小盒的要什么5美元，4.99，我看了。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其他的饼干什么之类的，也不便宜。看看接下来我们看什么东西呢？都是随机的啊。好，这里看软饮料、碳酸饮料，我平时都不喝，这样大概是2升一瓶，是3点多美元。我发现，凡是那个像大瓶装的软饮料，什么这种七喜啊，什么 Pepsi 啊，百事可乐啊，可口可乐这种都不是很贵，一般是2、3美元左右一瓶。但是呢，非常的不健康，2瓶5美元，对吧？一瓶的话是3.29。反正这种东西最好是少喝，高糖的，因为它非常的不健康，真的不健康，不建议大家喝。当然你要喝也没办法，是你的自由了。我1年都不会喝1次，除非不得不，不是有的时候有些什么聚会啊，没有其他选择。我发现呢，唯一在这里没有涨什么价，就是这瓶装这桶装的水，最便宜的，这不是矿泉水啊，很多它是那种叫什么水，我不知道，相当于国内叫什么我忘了，直饮水吧。哦，这里这个面包我就觉得也是比德国贵很多。德国像这么大包，大概是1欧元左右，在这里呢是要3到3.5美元。我就这是他们的主食啊，就相当于中国的大米面条啊。你不要拿在中国地铁站买那种吐司，这个价格跟它比，这没可比性。这是他们的主食，真的相当于中国的馒头、大米面条。所以它这样一小包，我觉得3、4美元也不便宜了。然后像这种罐装的、瓶装的可乐之类的，应该也不便宜，大概要1美元、2美元左右吧。总体来说，前面我说的给我的感觉就是，除了个别肉类啊便宜的或者香蕉便宜之外，其他我觉得不管是这种吃的、用的、护理用品等等，美国的价格就相当于中国的价格，把人民币的符号换成了美元的符号，应该大部分是这样。我是说大部分啊，不是说全部。那么如果是综合考虑，我们再看看其他的，比如说这个应该是沐浴露吧，4.99。这个多夫男士的也是4.99，相当于中端品牌吧。然后这个是应该洗手液对吧？这样一瓶2点多。再往下看什么？这洗涤剂，估计左边是洗涤剂，洗衣服那种洗衣粉之类的洗衣液。哦，这纸我觉得也非常的贵哦。像这种是厨房的用纸，应该是厨房的，对，你看它是才2卷啊，就要10美元，我的天呐！
像这种纸都是从中国进口的，朋友们，因为现在美国一般是没有这个产能。当时我记得疫情的时候，就美国还有欧洲，他们的纸张特别紧张，就上厕所的纸就抢购啊，因为他们特别怕没有纸。像这个是12卷吧，17美元是18美元，相当于一卷是1.5美元哦，比国内还贵。国内是一卷大概是几毛钱到1块钱人民币，这样你看一卷是不是差不多2美元呢？对不对？这还也是厨房的用纸，它一卷就要4美元。所以像这个东西也不便宜。哎，没办法呀，我是从贫穷的德国过来的，所以看到美国超市这物价的价格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。美国人他的收入不会平均比德国人那个高出1倍呀，但是为什么超市的物价那么高呢？还是德国的超市物价太低了。像这种一瓶是9美元左右，大家可以看对比一下，估计是2升左右吧，它的里面的容量。你看这一点是6.99，这小瓶的，它一瓶大概1升是5.49，要加税的啊，可能是几% 的税吧，税虽然不多，但是要加上去。咱们看看面条，这是他们的主食，这样3盒5美元，是意大利面条 spaghetti，3盒5美元，一盒大概是1斤。或者1磅，也就是1块多1斤，这么算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贵。还是面条区。好，咱们看看泡面啊，在这里泡面很贵，像这一碗的是2美元左右，甚至更多。泡面其实也不健康，一定要自己加上其他东西什么。哦，这那个米粉太贵了，4.69，像这个6点多，这点点1斤都不到，真的是特么贵啊，太贵了，抢钱呐。这种拉面式的大概是5包是6包4美元，这是最便宜的，但现在也是比原来贵多了。现在刚才看了没注意看价格。大概是70、80分左右，这里呢1公斤左右，还是2公斤大米，大概是要8点多美元，也很不便宜啊，这9美元，大概最多2公斤吧，没注意看，给我的感觉是没有沉甸甸的那种感觉，是2磅还是2公斤啊？不知道。你看这里应该是1公斤2.2几，它是最便宜的，这个大米是5点多。像这种单包的大概是1公斤左右，是5点多。这是比较高端的那个大米吗？怎么那么贵？甚至右边还有更贵的，等一下我们看。像这个是更贵的，这样1罐要8美元。大概1罐可能不到1公斤吧。好，像这种早餐吃的，这样1包一点点就要6点多美元，也是超级贵，大概就是200-300克左右吧。哎，西红柿1磅2.99，这个9毛9的不是西红柿，它是插错了，是那个红薯，就是地瓜。北方说地瓜，我们南方说红薯。好，我们看了美国刚才超市的食品超市物价之后，我们进来另外一个是护理用品商店，什么牙膏、牙刷呀，什么这种防晒液呀、防晒膏呀，还有化妆品啊等等之类的。大家看啊，这几乎都是上锁的，因为在美国有很多零元购，所以现在这些普通的东西呢都被上锁了。是不是奇观呢？在德国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，只是很贵那种酒，就有的超市呢它会锁起来，但像这种
德国的这种护理用品的超市呢是没有任何锁的，好像在德国我讲错了，在德国是卖香水的地方有，但像普通的像美国这样到处都是上锁的没有。这里应该是洗发水了吧？比如说这是潘婷，对不对？也锁起来，一瓶潘婷是$7左右，我看到的是这样。这染发剂它不上锁，因为那些零元购的人呢，年轻他可能不太喜欢，还没有到染发的地步。还有这女士的那个姨妈巾，这里也没有上锁，姨妈巾没有上锁，因为零元购的可能男的数量比较多一些吧，也有女的我看见，但是男的比例更高。然后你看邦白氏这种儿童的那个纸尿片也是上锁了。是不是奇观呢，朋友们？我们再走走吧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也上锁的。我这是随机刚才进来的哦。这里呢，相当于一个药店、药房，但是也可以买这种护理的用品，还甚至可以买水啊、巧克力都可以。买药也可以，有自费的，也有呢。那个要医生处方单的，你看这牙刷它也那个上锁，真是无语了哦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就表明这个美国的，你看这牙膏也上锁，然后下面的是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，你看一支要$8多，也不便宜啊，在德国大概是5欧元左右。你看。从上所就表明啊，在美国盗窃啊、零元购有多疯狂了，对不对？商家做哦，你看漱口水现在也被上锁了。你看这瓶漱口水，甚至要$11.49。漱口水，刚才发音这卷舌音忘记了。然后这里是剃须刀，一个要$20多，很贵哦。它不是电动啊，是手动的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也是洗发水，对，海飞丝，海飞丝一瓶要$16，大瓶装的。下边小瓶装的要9点多，小瓶装的大概是250到300毫升，大瓶装大概是600-700毫升左右。我的目测啊。好，看看还可以看什么？还有我注意到，没有上锁的地方，很多是货架比较空的。空空如也啊，是不是被顺手牵羊拿走了呢？我不知道。你看，像这种东西也上锁，真的有点毁我的三观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再说一下，就是在网上很多美吹啊，说美国物价有多便宜，其实他们只拍了他们那个食品超市最便宜的东西，像这种东西他不会拍，或者是他也不会说纽约这种房租有多贵啊等等，对不对？理发有多贵他也不说，打的有多贵也不说，上餐馆有多贵他也不敢说，只是说食品超市有多便宜。这些都是叫什么补品吧？刚才看的左边那个，他们在排队，在办理什么东西啊？来拿药的估计。好，现在应该是巧克力区了，我过来的。你看，像这些是有些是瑞士品牌的巧克力，有的也被锁起来了。有的只有一片的没有锁起来，像这个也锁起来了，那个也锁起来，对吧？像这样一包$7-8，有的$3-4。总体来说啊，这种什么糖，德国的这个糖软糖，它也锁起来。Haribo， 你看货架很空啊，对吧？它没锁的话，几乎没有东西卖。这是电子方面的产品，什么数据线，
它也要锁起来上锁。像这个东西在美国挺贵的，几乎就真的是那个人民币的那个价格，把符号换成了美元而已。比如说，在国内数据线15块钱，这里可能就15美元。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、可以卖、可以买的。这是饼干吧？我没注意价格，因为不感兴趣。这里是咖啡，也被锁起来了，对吧？咖啡。还有什么被锁起来的呢？好，看看药品去吧。这药品我看都不便宜啊，从几美元的小的东西到几十美元的都有。这估计都自费的，否则就不会有价格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你看都是几十美元的，我就随便看了一下啊，然后我付款了。你看还是现金交易在美国，当然也有些人用手机支付，但是现金交易也非常的常见。好了，这就是我给大家看到的我在美国，一个是食品超市，另外一个呢是这种护理用品超市，给大家看看这里的价格怎么样。就总体来说，综合起来，我觉得给我的感觉，你看啊，这个人直接喝了之后，把这个垃圾就丢到地上了，真的无语啊！就是美国给我的价格，就是综合起来各方面我的评判吧啊。有那个碎的瓶子打在地上，我认为美国的物价就相当于中国的物价3到5倍左右，也不是那么的便宜。就综合来说，如果在美国你有美国的收入，在美国消费，当然像综合来说还是要比国内便宜一些，但是也没有便宜到那么离谱的地步。另外呢，美国它的那个我觉得比中国便宜的，唯一比中国便宜呢就是汽油了。美国的汽油现在一般是3美元到4美元左右1加仑，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到8块钱左右，也许加州最贵，但是比中国确实便宜，这是我见过唯一比中国便宜的东西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，我们下期见。